印军利用美国卫星对抗解放军，却有20多条巡逻路线被切断，到底发生了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这两天，美国小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爆出了一个猛料：印度军队在藏南地区利用美国卫星提供的数据，及时拦截了数百名解放军的巡逻队。这场冲突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对印军来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美国提供的卫星情报是这次拦截行动的关键所在。这件事情发生在2022年12月9日，数百名印度士兵与中国军队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冲突。当时印度媒体报道，有6名印度军人被解放军打断了手脚。据报道，五角大楼共享的信息包括可作为行动依据的卫星图像，这要比美国之前与印度军方共享的任何信息都更加详细，传递速度也更快。有意思的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员约翰·科比在被追问有关新闻时说：“不，我不能证实这一点。”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的一份秘密报告也被曝光。这份报告来自拉达克地区的警察司长。报告透露，印度军方原来有65个巡逻点，其中有26个点，印军现在已经无法前往巡逻，或者行动受到很大限制。该报告还抱怨说，解放军已经占领了位置最好的制高点，在相关区域部署了视频监控设备，包括班公湖南岸的黑顶、头盔顶、迭木卓克，而我方将这3个地点分别称为神炮山、阿印山号和点角村等等。这2件事听起来是矛盾的，一边是美国媒体吹嘘说美印在卫星情报方面进行了紧密的合作，让印度军队在与解放军的对峙中获得了较大的战术优势；另一边是印度人自己说的，失去了26个过去传统的巡逻点，前一个发生在藏南，而后一个发生在中印边境的西线，也就是班公湖地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卫星对印度军队的帮助到底有多大？首先，美国的卫星根本就无法提供解放军实时的巡逻情况，因此上述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现在的天基卫星侦察网络，不管是雷达卫星还是光学卫星，或者是红外卫星，能够提供地面的兵力部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静态情报，但是做不到能够对地面人员的活动进行实时监控的程度。就算美国人知道解放军在哪个地区部署了多少军队，这也需要估算才能知道大概的情况。那么美国人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派出多大规模的巡逻部队呢？除非能够听到解放军的通话记录或者是行动指令。如果美国军队有这种神功，那为什么不把这种能力用在乌克兰战场上，帮着乌军获得更多战术优势呢？第二，美国卫星可以帮助印军分析解放军的部署情况，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毕竟过去战场单向透明的优势属于中国一方，美国的帮忙有助于印度军队进行有针对性的实战化部署，这一点我们同样不可小觑。第三，印度自己的媒体证实，中国军队进行的反蚕食斗争已经让印度军队叫苦连天，这才是实打实的。我们对比一下就能知道，美国媒体的报道只不过是一个猜测，放大了美国卫星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作用，而印度的内部报告则是实实在在地透露了中国军队在班公湖地区展开的反击获得了战术优势。要注意，这种优势是建立于中国在相关区域所建设的地面监控站的基础上的。中国与美国在天基卫星侦察网络方面的差距并不大，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美国给不了印军拦截解放军行动的实时情报。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了将中国藏南地区划给印度的议案，再加上美印军事勾结的发展，印度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开始制裁俄罗斯，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印边境相对稳定的态势很有可能被印军打破。
对此，我们一定会做好相应的准备。只要印军敢挑衅，必然让他们头破血流。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